你看一下，这收完小麦以后，这个秸秆还田呐，秸秆还田以后，整个的这个麦糠和麦秸就把这个地表啊，整个给盖严了。盖严以后呢，我们如果去种玉米也好，或者花生也好啊，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虫害会特别严重。可能这2年大家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麦糠啊，往往是这个虫害它的一个藏匿的地方产卵的地方。虫害一旦发生以后呢，它会把这个玉米苗也好，或者花生也好啊，它会咬它这个荆棘部位，直接能咬断了，造成你这个苗呢缺苗断种现象会非常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建议我们种植户尤其是种植这个麦茬花生玉米这一块就是在播种的时候要提前去进行伴种。通过这一块呢，可以去有效的去预防一部分虫害。伴种的配方呢，一般建议我们种植户可以采用杜斯吡吡唑林、赛虫嗪这些杀虫剂的药剂包括新硫磷都可以来防治这个虫害。另外一个呢如果在害虫发生的时候你打药的时候，建议呢你那个全田进行喷雾加上有机硅助剂这样的情况下能使药液呢迅速的去渗透到这个麦糠把这个麦秸它的下方去。因为虫害很多的时候是在这个麦秸的下方的，因为阴凉嘛，那个地方阴凉，在下方，这样的话把虫害杀死。一般你像我们常用的喷雾的茵虫威配上甲维盐高露就是高效率风程聚酯，这些配方呢对虫害的效果都非常好关键是啥？就是说一定要加上有机硅助剂来提升这个药效，把这个藏匿在麦糠里面的害虫给它杀死掉。这都是我们平时在打药的时候一些注意的一些技巧。现在这边的小麦都已经收割了收割以后马上就开始要种玉米。今年那个天气比较旱你像我们如果这个麦茬种玉米的情况下建议我们种植户一定是收完小麦以后，趁着有一点伤的时候抓紧时间去播种，如果你感觉是比较干旱，你那个担心出不来有些人呢喜欢是我去浇水以后再播种。说实话，这样的情况下对你的产量提升并没有好处。因为这个麦茬玉米本身播种时期就比较晚了，一般玉米生长期是在100天。我们可以算一下，你现在是6月初，你再浇水到6月中旬了，6月中旬、7月中旬、8月中旬、9月中旬。所以说你到9月中旬的时候，温度已经比较低了。所以说呢，你如果这个麦茬种玉米建议我们种植户收完小麦以后，实际上表皮稍微有点伤，这个玉米就可以出苗。你等出苗以后，你可以再浇水就不迟。你也不用担心这个玉米不出苗。像这种问题不出苗的问题是很少的。所以说我们种植户一定要了解这一块。这是我们种的桃树，今年的草太厉害了，看桃树长的，这是年前栽的桃树苗。这个桃树的品种是那个一蒙双红就是在10月中旬才成熟采摘的那种硬枝桃，比较大的那种。这种桃虽然它是一种脆桃，但是糖度特别高。如果你种好的话基本上能达到14、15个度的一个糖度。为了保证我们这个桃子到时候它那个口感，所以我们在种植模式上
就区别于很多的一个常规的种植模式了。你看见了没？我们全部采用的是齐高垄的种植模式。实际上，齐高垄的目的干啥呢？就是在8月份、9月份的时候，防止这个水多以后会影响这个桃的口感。齐高垄以后，可以有效的去降低这一块。我们桃树种的比较稀，每个桃树之间也就是3米的间距，所以说在整枝这一块，到时候会采用3干整枝法，那就是一棵桃树留3个主干，北边留2个，到时候肯定要下压。你好比这个的话往下压，像这个朝西北方向下压，这个朝南方方面去下压，这个是比较常规的种植方法3干整枝法。我这个桃树现在是6月初了，然后他们说是到第2年都可以挂果了，但是我感觉这个桃树长势到明年即便是挂果，最多这一棵能结4、5个都已经不错了如果结的太多的话，估计都不行。所以说呢，桃树你感觉是第2年都可以挂果，实际上挂的还是很少主要产量还是在第3年。今年和明年重点还是在养殖这一块养树。所以说农业投资它不是一个快的活，是很慢的。这就是为啥很多人不愿意做农业，因为它见效慢了并且是一个持续投资的一个过程。这块红薯地已经栽种了7、8天了，大家看一下现在已经缓苗结束了。缓苗结束以后，我们下一步应该如何去进行红薯地的田间管理？现在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除草。一般呢，红薯缓苗结束以后，在10天到15天之间，这个地里面的杂草基本上出齐了，正出1叶、2叶最多的是3叶期。所以说这时候你用除草剂效果是非常好的第二个呢，在等20天左右，这个时候我们的红树都已经开始下垄了。这时候我们记着一定要使一次空旺剂。红树空旺一般在整个生长期最好使用2次每一次量不要太大，使用2次。一个是在20天，就是从现在开始20天的时候使用1次空旺剂空旺剂这块，红树的空旺剂像多酵素矮状素细酵素都可以都可以使用的剂量呢，你在买空旺剂的时候，你再咨询一下当地农资经销商，因为很多空旺剂厂家不一样，有时候的含量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再等20到30天的时候，也就是距离你上一次打空旺剂的20到30天的时候，再用1次。那个时候红树基本上已经布满你整个的这个田块了不漏地了，再使用1次空旺剂。空旺剂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呢让这个红树的营养生长到生殖生长这块快速进行转化，不至于因为营养生长过旺而导致下面的生殖生长出现问题。所以说呢，红树在种植过程当中一定要用好空旺剂，这是你红薯产量提升的一个很关键的一步。然后呢，你如果是空旺剂做好了，那么你基本上也不用考虑翻蔓提蔓的问题了。